我这租个房子没想到要发财了啊！你给我看看这83块银元是不是真的？我可听说这一块能值10来万啊！我看你这都是评级冤大头，这一个10来万太夸张了吧？这和租房子有啥关系啊？我也瞅瞅，这相当于老天爷啊白白送给我的。我这一年房租才2万多块钱，没想到竟然让我赚830万。你这账算的挺美的啊！关键是830万谁给你啊？我看你这一捆总共是10个，总共是9捆，其中有2个少了，数量确实是83块。这里边装的全是冤大头的话，相当于是83块冤大头。从上面的评分来看的话，应该是通货状态。这可以给你肯定的估算，这哪一块也没有10万的可能啊。我是为了以防万一啊，以防万一被别人给我调包了，我专门用保鲜膜包出来。这些年份都不一样。冤大头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但是真正值钱的只有8年。能上10万了呀，那都得是带版了，像什么甘肃佳子啦，状态好一点的福建版、燕子版，再贵了，要么就是签字版之类的，签字版那都得上100万了。这保鲜膜这不用拆，这里边也没有我说的这些啊。你休想忽悠我不懂啊！我已经找高手问过了，人家张口都给我说了10万一个。你这不是打你的脸了吗？如果他说的价钱对，那确实打我的脸。但是像这种普通年份的冤大头，给你10万一个，我只能说啊，有点胡扯了。常见的冤大头价格很透明，给你报10万一个，这很明显啊，你这是遇到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啊！你别张口都胡来来啊！我知道恁的同行都是冤家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你上来就抨击人家说是骗子。主要是你太天真了，应该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银元之类的，这个不然也不会轻易相信10万一个。我这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啊，你这银元应该不是你的，这个值多少钱？这和你有啥关系嘞？这关系大了啊！这是我在租房嘞，床底下找到的，应该是上一个租客，不要了。我发现都不是相当于我的了吗？那无论值多少钱啊，我都说这个你应该联系房东，只要是真银元，别人肯定还会要，因为这个评级银元上面的编号，你看有很多。这都是最新的，很有可能是这几天落下来。我给你讲讲冤大头的常识，评级比啊，都是我们个人拿裸币去评级公司如何评级，大多数常见的年份都是给你看分值给价钱。评级比里边最高的分是 MS65，现在一块普通年份的冠军分也就是3、4千块钱一个，从65往下数，这个分越低啊，它价格也就越便宜。中间的级别是 AU 状态，50分左右的，其实和你这些价格大同小异。由于你这些我现在能看到了呀，都是常见的年份，最起码我没有看到里边有8年，也没什么版。就你这83块全是大头的话，现在市场价大概价值也就是8万3左右。8万3，对，照你这样的算的话，那这一块才花到1000块钱一个呀。对对，人家给我10万，你给我1000，这价钱错的太多了。一枚整整错100倍的差价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我给你普及一下。一般像这种常见年份的冤大头啊，主要是收藏最便宜的银元，市场价非常透明。别说市场价错100倍的利润了，一块价格它就错100，这已经很了不得了。照你这样的说啊，我还得往北京跑一趟啊！这一夜得错800多万，你说谁跟钱过不去啊？那是的，我们普通人确实和钱不能过不去。第一，你往北京跑啊，多花冤枉钱那是必须的，因为估高价骗局啊，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小白。第二，这些银元无论值多少钱，你千万不能私自处理，联系你的房东寻找失主。你不主动联系，过2天说不定啊，别人也会主动找你的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反正你这个价钱我非常不满意，我来转转吧。好，拿着。我没想到俺闺蜜竟然这么损，我这生孩子竟然送给我一块银元，而且还是一块假银元。闺蜜啊，一般都是自己的好姐妹，给孩子送银元不应该送假的吧？来，我看都是啥的。绝对是假币。你说谁家的银元会发黄？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。你先不要着急啊，这是一块入皮盒的湖北龙，这壁面泛黄应该算是它的黄油彩包浆，真假的话要仔细核对官网。我对这些银元啊也不懂，还是我婆婆看出来的。她说这是过去清朝的银元，上面竟然带英文，它就是假的。带英文太正常了，
因为像这种过去的银元啊，它的模具就是外国人给我们设计的。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还不错，虽然说没分，但好歹啊也是 UNC 状态的，尤其是龙鳞很不错。恁婆婆啊，这分明就是不懂啊。我婆婆比我懂，俺家里面就有袁大头，已经仔细对比过了，上面一个英文字母都没有。那是袁大头银元确实没有英文，我给你细致的讲一下。恁婆婆说了2点都没有根据。第一，泛黄，这是它的褒奖，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黄油褒奖。加上你看你这壁面带转光，泛黄，不仅不是什么毛病，反而啊能给它加分。另外，它这一个带英文字母啊太正常了，因为这种银元在过去啊，它就相当于是贸易银元，是清朝和全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用的，所以说这就很正常了。你说正常那就正常呗，我妈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龙样，对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把我吓一跳。闺蜜关系在这放着嘞，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估计也值不了几个钱。我妈说袁大头才几百块钱，我可是以前给她随5000大红包啊。放心吧，礼尚往来啊，人家也不会亏待你的。因为这个湖北龙啊，你看啊，平时啊一块就顶这个袁大头2块多，况且你这个龙鳞，你看又那么好，又是皮革 UNC 的状态，绝对可以给恁这个孩子啊当个传家宝之类的，完全没啥问题。你别这样说，我还是知道价值的好。你回来赔钱了，卖给你多少钱？赔钱倒是不至于，5000块钱现在说实话也买不到什么银元，基本上沾上皮盒的银元啊，都不便宜。你这个 UNC 92，首先状态是属于未流通的品相，未流通就是银元从招币厂出来，未在市面上露过面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从银行取出一沓新钞，在家里边一直放100多年才拿出来，所以从状态上来说，品相各个方面挺好的。一般湖北龙啊，它这个龙鳞都比较差，基本上看上去都糊住了。因为过去银元模具啊，普遍存在重复使用，再加上湖北龙鳞比较突出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容易磨平，所以这个湖北龙啊，整体品相都不好。再反观你这一块，可以说是百里千里挑一，相当于是从招币厂出来似的。壁面不仅没有任何的流动痕迹，而且壁面你看还带来一层黄油转光，所以说你这个湖北龙保存的品相都特别好。这幸亏是没给分才送给你了，如果带分啊，这恐怕也到不了你手里边。啥意思？带分能给多少钱？现在又能给多少啊？带分的话，估计带好几万了，因为你这个不带分，看你这个状态也能给到你15000左右吧。乖乖嘞，还没分儿，还给1万多了嘛？对，那去哪里能加分呀？能多卖钱是好事啊。去加分那得去皮革的评级公司了。评级费啊，基本上都是看运气的，因为这个评级的时候啊，一般待这个几个月，给他们再寄过去就可以了。还得邮寄啊？对，好麻烦。那我还是给自己别没事找事了吧。对，你又不卖，没必要去换盒子加分，没必要去花那钱。只要真假没啥问题，以后出手的人啊，可以随时变现就行了。好嘞，谢谢你老板。没事没事。这一次我不发财都难啊！我给富二代盖房子去了，没想到，他地基下竟然放的有块金砖。这黑不溜秋的，这哪是金砖？况且如果这是实心的，这么一个大个，重量也不对呀。这是我用障眼法，外面粘的都是水泥。那我给你用纸来给你擦一下，你看看。好。说实话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哎呀，擦都掉，你看见没有？背边也擦擦，背面擦背面擦也带外也是黄金的。障眼法，你还真别说，这果然是变黄了。这上面竟然还有落款“大唐贞观年间”，这意思这金块是唐朝的，这唐朝距今得有1000多年了吧？这东西如果对的话，那就厉害了。大爷，这东西是搁哪来的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小包工头。上个月给富二代盖房子去了，没想到他地基下竟然放了一颗金砖。我趁有机用一块硬币给他换过来一个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做了这都不对了。人家地基下面放金砖，肯定里边有一定的看法。你这用硬币给人家换回来，这太不地道了吧？我有我的难处啊！你这可不，这我可在防着万一。
你不知道这个富二代啊，他说的是他可有钱，其实他平常好拖欠工人的工资。哦，大爷，我这事我再说说你。你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爱拖欠别人工资的人，一般像他家里边的活，你就不应该给他干。你想想，像你们这种掏大力气干重活的人，挣的都是辛苦钱，盖房子那工程量很大，房子给他盖好了不给工钱，你这图的是啥嘞？你不知道我们这以前干工程的呀？只要有活干，总比在家闲着强。他拖欠的工资比没有钱强啊！你这话说的确实是大实话。无论做啥工作啊，只要有活干，都比闲着强。闲着没人给咱钱啊。我这次幸亏我留个后手。他果然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工钱。这最起码逮到一个金条包子。大爷，你这算盘打的果然姜还是老来拉。但是富二代拖欠你的工资和你私自拿别人的金砖，这可是两码事啊。我也不懂3七21，我也不管他3七21。你看看这黄金，一克多钱啊？这个金砖嘞，你能给我多少钱吗？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？大爷，和你拿这个金砖没关系。你这个如果对的话，这可是老古董啊。古董不古董无所谓的事。你看你给我多少吧。这幸亏又不是古董，如果真是古董了呀，那个富二代他不会傻到地基下边放金砖。你想想那个砖头混凝土得多重，肯定给你压得扁乎乎的。如果真是过去唐朝的金砖啊，这最少得大几百万了。盖栋房子才几十万，这毁坏几百万的东西不现实。唐朝那时候的金砖被称为金挺，样式啊和你这个差不多吧。它当时的字体和你这个区别很大，字体你看这一看这都是电脑体，而且当时那个金砖上面都是粘刻上去的字，而你这个很明显这直接砸上去的，工艺区别很大。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材质不对，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，你这个很明显托在手里很轻。还有唐朝的黄金啊，它的含金量不高，成色看起来没这么亮，而你这个一看就是典型的工艺品。再看一下这底部，你看这有砂轮磨过的痕迹。买的话地摊上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吧。不会吧？那富二代有那么有钱，咱给他换个，再让换个家里，这太可笑了吧？这简直。盖房子地基下边放那东西啊，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。你经常给别人盖房子，你多少应该懂啊。说实话，你这幸亏是个假的，如果是真的话，你当普通的黄金卖了，万一被富二代哪天发现了，你真是吃不完兜着走了。哎呀，丢人呐，丢人！这事弄你看多尴尬。不尴尬，只要你不尴尬，你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俺媳妇这是拿我当傻子糊弄了吧？咋嘞？我结婚给她下6万6的彩礼，她却给我带回来一块破银元当陪嫁。我看你这个不是恭贺就是飞龙，这银元可不一般啊！搁平时没有几万块钱还真买不来。我先看看啥了吧。你少忽悠我，对银元不懂。我家里边都有2块，我看了一清二楚。这在过去都是1块钱。确实，在过去他们的面值啊，这都是1元，但是他们的存世量相差天壤之别啊！我看你这媳妇这个是原相恭贺，虽说评级啊没给分，但是这笔面状态确实漂亮。但是反观你这2块大小头，手相品相并不太好，价值的话相差也巨大。你先不要贬低我的姻缘，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二婚。本来我不想给俺媳妇拿彩礼来，他说准备买5金，不然不会给6万6。说实话，现在二婚并不比头婚省钱啊，因为年龄越大，考虑的事情也就越多。比如咱们当地的彩礼6万6，给你要的并不多，你就知足吧。至于为什么没有买5金，很有可能是现在的金价比较贵。反正我感觉啊，你这个恭贺不错。有啥不错的？这银元也就是20多颗银子。6万6，他准备当黄金过也不行啊。20多颗黄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。20多颗黄金现在涨那么多，确实也就1-2万块钱吧。但是银元可不是按银价算的。你按银价算的话，20多颗银子也就100多块钱。就你这2块大小头，给你200-300的话，恐怕你也不卖吧。我肯定不卖啊！银子再便宜，我也不能200-300卖啊。那对。我的意思是，他这个银元，就只比我带的多了一个盒子。这哪是一个盒子的区别？
PC 的盒子，就你这个共和而言，光评级费就得小千把了。你看人家共和这品相和你这2块裸币，它就不在一个档次。你这小头说实话还好一点，这个大头它就伤痕累累了。同样是银子，他们3个的价格区别很大。我觉得区别不应该大。我好像听我岳父说是抵账抵过来了。我岳父拿我的钱花，你看是不是能值多少？无论那岳父是哪来的，首先这个共和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。你现在无论在哪，这个共和它都有一定的价格，因为原样共和它是军阀币，首先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，它不像这种大小头，一下子发行几亿枚。对吧？所以说他们的面值都是1元，但是像你这种军阀币在过去能接触到的人并不多，所以平时在市面上很难遇到这种军阀币。如果换作是一块飞龙的话，也就是后边不带共和，就更贵了。皮克你看给的是 XF97，XF 就是流通过的美品，97就代表笔面有褒奖。因为原样共和发行量并不大，所以你细看它这笔面都是全身打，笔面除了带点原味的褒奖之外，我看不到有任何缺点。毫不夸张的给你估价的话，目前市场价应该在10万左右，一块10来万。对，这价格确实挺让我意外的，500件就行啊。没想到10来年没打定银元的价格，我这2块钱也能值几万个一个。飞呀！你这俩大小头，就刚才我说的，和你这个原样共和，区别巨大。因为你这大小头太常见了，大头品相你可以看一下，伤痕累累，小头还稍微好一些，笔面带光，你看还是一块出头圆，2块大概价值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吧。你这价钱也太保守了吧？应该是你看我不太懂。没有1000多块钱，我肯定是不卖。我媳妇这块银元，超出了我的预想。超出你的预想就对了。你像我们普通人对常见的银元行情都不懂，更别说这种军阀币了。本身平时也不常见，自然对这个共和的价格懂的也不多。这个共和不错，拿这个当嫁妆太有意义了，随时急用钱可以变现，越放以后越有惊喜。那应该是我看吃眼了。我还趁着俺媳妇没回来我赶紧拿回去。对，谢谢你了，老板。没事啊。俺家祖传4代人的银元。这整整8000块，你看能给多少万？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少，但是我看这都是20文的铜板啊，这可不是啥银元。如果有8000块的话，这也不少卖钱啊。你刚才说这不是银元？对。是不是光线不好呀？这老银元老褒奖。光线很好，确实是老褒奖。基本上你这都是属于铝坑深锈褒奖，反正就是锈比较大。一般这种铜板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，就是放的时候受潮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大小这都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。我给你再纠正一下，这不是铜板，俺爷说的这都是银元。虽然说你是专家，这一点我再给你纠正清楚。那爷爷当时说的时候，你可能没听清楚，铜板在过去被称为铜元和银元一字之差，但是价格差异很大，因为它们的材质很明显不一样，一个是银，一个是铜，从这个颜色上就非常好区分。俺爷说银元里边含那个铜，时间长了生铝锈太正常了，这些铝锈就这样来的。你不能动不动就是那爷说，那爷是吧？他懂的，他不一定就是对的。虽然说你这些铜板铝锈比较厚，但是笔面的颜色，这还是能看清楚的。这很明显，这就是铜的。咱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这银元是30年前我分家分的，那时候俺家是万元户，俺哥分出1万块钱，我就分8000块这个。说实话，90几年那时候万元户那时候的1万块钱，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，而且那时候铜板都没有价格，基本上那时候铜板，也都是随铜的价格。你那时候选1万块钱的话，要比这个铜板强多了。咱俩想的正好相反。搁那1万块钱买摩托买电视，几个月都白光了。我这银元一直放到现在，准备养老嘞。我这挺佩服你的想法的。虽然说铜板现在卖不了几个钱，但是你这8000多的数量，我想全部变现的话，也足够你开销好几年了。你这老板啥意思？动不动都说我的银元是铜板，你痛快点给我个价吧。你这确实不是银元，如果是银元的话，我都不给你乱报了。首先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。银子它是白的，时间长了虽然说会生铝锈，但底板它不是啥的。
而你这一堆啊，很明显这都是清一色的铜文。再说银元个头比你这个大，你这一看就是20文的铜板，20文的铜板比中元小一点，薄一点。首先，他们的购买力区别很大，在过去比市面上1000文铜板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，也就是说50个你这种啊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1斤铜换7000银子，就是按斤称的。但是现在的银元比较贵，而这种铜板量比较大，价格一直没涨上去，相对来说非常便宜。加上你这种20文的没有价格优势，那是因为过去的20文和现在的2角银号一样，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用的钱，所以品相来说流通的时间长比较长，然后品相各方面都不太好，加上龙旗比例啊明显不行，民国双旗比龙板多，所以按斤你这些状态而言，现在市场价大概7块钱一个。7块钱一个，你别胡扯了，银子一颗现在都10来块了，你给的价格太低了吧？我看从开始到现在，咱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我说这是铜板，你非得说是银元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真是银元的话，你这8000个的话，还真不少卖，就是卖破烂也得卖个几十万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我本来都打算卖破烂的，我想卖个几十万养老嘞，你给我7块钱一个，这够干啥的呀？铜板市场也就是7块钱一个，你主要是你搞不清楚材质，这个一味的咬定是银元，你这是属于放了30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！我建议你啊，随便拿几个，你多去实体店打听行情，先学会研究，认识究竟是银元还是铜板，对吧？到时候再卖。我谁也不问，俺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我说啥他说啥。那好吧，那你再找其他人买吧，这东西我要不了。我这里有2块银元，你帮我看看值不值600？如果值600，我就直接变现了。2块银元值不值600？看来这银元不是你的啊，具体啥样的？来，我看看。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，打扫卫生的时候捡到的啊。俺朋友说给我出600块钱想买走。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吧？这好歹也是2块龙洋啊！看你对银元不懂，也不能这样咋呼你啊！只要是差的不多都行，因为我这属于意外之财吧。哦，一个大男人呢，要他又不准备加工银手镯，你拿这银元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。我看你这2个品相还不错，北洋龙还是一块短尾，龙鳞状态非常好。另外一块湖北啊，属于传世状态，前后字口全身大。这2块并不算意外之财，作为司机啊，你得给你的客户保留好，可不能随意变现啊。我都保留好几天了，也没人联系我，肯定是别人也不知道掉哪去了，就这样算了，这都算我的了。你这话说了就不对了，有可能客户暂时还联系不到你，这毕竟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，你可不能打马虎眼啊。俺朋友说了，银子才几块钱一颗，上面写的只有26颗800，对，一块给我300，够朋友的很。你这个朋友这样算就没意思了，这银元哪有按银价算的？他其实认识银元啊，就说明他懂银元。很明显啊，他作为你朋友啊，这个价格报得太低，分明啊就是拿你当韭菜来割，这价钱绝对对不起朋友2个字。我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吧？一块比着银子价钱还多给我100块钱嘞，反正我要它也没啥用啊。哎呀，你这是典型的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嘞，看出来了，你确实是一个小白哈。我给你来纠正一下，银元现在是属于无机文物，压根儿就不按银价算。拿你这个湖北龙为例吧，这含银量只有不到90%，100多块钱你现在拿都买不来，光入这个盒子的费用就得100块钱了。况且你这个笔面看着是真舒服，属于传世状态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字口全身大，两面几乎没有丝毫的磨损。细看板的话还是一个阴旋，虽说这个盒子评级没有标出来，但是整体状态还不错。现在看来4000块钱的市场价，这还是绰绰有余了呀。4000？对，你没瞎报价吧？没有。我这点银子咋管值呢也？你少忽悠我呀！刚才就跟你明说了，这个银元啊，它不是按银价来算的，只不过是你不懂罢了。其实银元重量、大小它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区别不同了呀，就是它这个板而已。另外一块这个就是北洋短尾，细看这个板啊，
你看一下这个钳子，它还是一个途金板。这个途金板啊，是短尾里边比较少见的一个板。北洋主要是看它这个龙鳞，你这个算是高额头满龙鳞，整体啊也算符合45分的流通品相。现在来估的话，和这个湖北价钱差不多，4000左右吧。2块都8000了。对，那照你这样算的话，确实俺朋友比俺朋友高出7倍的价钱了。那俺这个朋友太能忽悠我了。那咱这个朋友不地道，给你的这价格都是忽悠小白了。稍微懂一点常识啊，也绝对不会按他的这个银价，因为银子太常见了，这种银元太少了。今天幸亏是遇到你了，还是你死的，啥都不说了，那就直接留你这多了。你最好啊，还是取消这个念想。我作为过来人奉劝你一句，顾客遗留的东西，你作为司机有义务替别人保证好。别人这几天没有联系你，并不代表以后不联系你。你这唐突的卖掉，以后再闹出什么纠葛就麻烦了。赶紧给人家拿回去，坐等消息就行了，千万别再找人出手了。毕竟这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，怎么着也是好几千。咦，你这老板，你不要逼头，反正我也知道价钱，我找别人卖。哎，慎重慎重。这兄弟俩分家竟因为2块破银元打起来了。老板，你给看这2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？我们普通人家啊，也没有太值钱的银元。这个兄弟俩因为这俩银元打起来，太不值当了。来，我看啥的。咦，我说老板，咋会不值当的了？这俩可都龙样一块好歹也值几十万，要不然他俩也不会动手打起来。这2块确实都是龙样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2块也都是常见的板啊，这是谁说的？这能值几十万啊？他们兄弟俩好像都在网上找专家鉴定过了，说是一块贵一块便宜，有价格差，所以分歧我感觉还挺大的。哎呀，银元币种不一样，他们之间确实有这个价格差异。这个大清宣三啊，这个肯定是贵，毕竟它是属于中央龙样，而这个江南嘉诚它是属于生龙，加上它这个存世量大，所以价格便宜。好在2块啊都是无伤无戳，这相差的钱啊，这也不至于打架。这太至于了，老板。我听他们说一块好像值90万，另一块好像只值30万，足足相差3倍价格。哎呀，你不要听这个专家在这胡咧咧。一般这种大清啊，值几十万的也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必须得是皮盒挂67分，这样举世无双的大清才90万。而江南币值30万的，必须得是无纪年了吧？无纪年这个状态的话，市场价应该在30万左右。你这啥意思啊，老板？难道网上专家说话不靠谱吗？是不是城市不一样，价格有差异？这个现在毕竟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了，银元的价格啊，在咱们全国都一样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他弟兄俩在网上找了专家，确实有大问题。这能有啥问题的？一个说的不对，2个说的都不一样。刚才我也说了，他们俩确实有差别，但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。网上专家的套路很明显，就是以高价吸引你，然后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，到地方几百几千的让你出费用。他们估的价因为高了的太离谱，说实话压根儿也不会有人买。那你说吧，你看这2块到底能值多少钱？那行吧，那我先说里边最便宜的这个江南嘉诚。江南币啊，8个有纪年，一个无纪年，发行量最大的就属这个嘉诚。嘉诚龙啊，平时以深大为主，而你这个币面流通痕迹还是有的，刺面这一块不是太明显，这个龙面这一块流通痕迹就比较明显了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还有一半字口看了也不是太清。好在这个币面啊无伤无戳，算是通货状态吧。这个味道也是一块原味的状态。我这个看价能给你看到3000左右。30万变3000啊？对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网上估价水分那么大吗？差距10万8千里啊！对啊，30万的估价，这个估到3000，肯定相差很大。说实话，你说谁会掏30万买这一块嘉诚呢？而另外这一个大清宣三啊，首先从币种上来说，要比这个嘉诚要贵很多。而你这个大清宣三，最主要是它这个币面好啊，而且原味带包浆。你看2面都是全深达，我没看到有任何缺点，而且这个币面流通痕迹几乎是没有，保护了非常非常好。
大青主要是看它的花枝招展，龙鳞也没有磨损，包括它的云朵看着也非常舒服。这边字口没有任何的缺点。你这一个大青的话，我最少能给你估到5位数以上。乖了，这人家可估90万，现在5位数，你说1万，1万多，1万多，那错多。那对，所以说这个价格相差巨大。这个网上的专家不靠谱，你回去告诉他们兄弟俩，这个区别巨大。真实现实生活当中，这银元啊没有那么贵。然后因为兄弟俩分家，因为这俩银元闹病，说实话真是不值当的，还是以和为贵。兄弟俩分家啊，说实话，这几千块钱，因为几千块钱，对不对？不值当的，回去给他们说，实在不中，让他们俩卖了，一块分钱多了。我说我也不管了，清官那家伙是，他丢啥事，管不了差人了。那是嘞，是嘞。好，能那谢老板。没事。好。这马上要过年了，没想到让我捡了一个惊天大漏。哦，这银元宝上面有雕龙有花凤的，最少值100万。快过年了，捡个大漏，蛮可以过个肥年啊！这银元宝上面雕龙花凤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这银元宝啊，从皇宫里出来的，你都不知道。这是我1万块钱捡的大漏捡来的。皇宫里边出来的银元宝，这上面雕的确实有龙凤，这么大个确实很轻啊，这应该是空心的呀。我称过了，这整整是1两的重量，整整50克。哦，国际皇宫造办处的师傅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工艺漂亮的很。这工艺确实是漂亮，你看上面写的还有一个字，这很有意思，招财进宝。兄弟啊，我看你这银元宝，这可不是过去的东西啊，材质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上面那么新，这分明就像是才出厂的东西。你这1万块钱买过来，这可赔大价钱了。我都找深圳的首席鉴定师老师鉴定过了，正八经晚清的东西，溥仪大婚的时候用的，1两的，保存的呀，相当完好，最低价值100万。你这个首席鉴定师太会胡扯了。先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溥仪用过的啊，就单说晚清那时候1两的重量，你称的是50克，而晚清那时候的重量是37.3克，这过去的重量都搞不清楚，这咋给你鉴定的是100万呢？你也别忽悠我了，我捡漏这一次也不容易，前年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后边跟了还有好几个人，争着抢着要买的。你是不是会遇到骗局了？这种东西咋可能会有人排着队买嘞？你对这懂不懂啊？卖给你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懂啊。但是他用金属探测仪啊，已经探测过了，含量99.9%，绝对买的是银子。那你这个确实是银子，关键是银子便宜啊，租银才几块钱一颗。你要知道，1万块钱买回来了，它可是有古董属性，不是古董那就值不了啥钱了。还有这底下，这粘的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这个别接啊！这底座磨了啊，磨了就不值钱。这一定是卖家告诉你了吧？这下边不揭开，说实话，这玄机就出不来。你看这上面写的啥？50克 AG999。清朝那个时候，你说哪有这样的标记？清朝那个时候，银元宝上面写的也有字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太不正常了。过去的银锭上面打的字那是主次，商定打的是有引号，官锭上面打的有名字，哪个县哪个州，而你这标了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你去金店转一转看一看，类似这样的工艺品到处都是，价格的话，它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。你这掏1万块钱买50克银子。这是赔大价钱啊！不可能，你说赔钱就赔钱吗？人家首席鉴定师鉴定的值100万，你说赔钱都赔钱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大，明明就是50克银子而已，非得告诉你值100万，这里边啊绝对是有大有文章。我感觉啊，你这是上了连环套。首先，这个卖你1万的人是看准你啥都不懂，事先找几个诱饵忽悠你，相当于是200一颗银子卖给你，你这是纯粹的大冤种啊！然后你又上网去查价格，告诉你值100万，绝对是想骗取你的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。你这今天幸亏找到了我，这50克银子也就价值300块钱的样子。多少？300？对，你别忽悠我了，你再给我300，我也不卖，90万还差不多。90万，我刚才给你说半天了，你这好像啥都没意识到。哎，反正该讲了我也给你讲清楚了，过去的事儿啊咱都不提了，你可别相信那什么首席专家的话了。建议你啊，随便找个金店，先去我们家再说吧。金店他们又不懂古董，我问他们干啥嘞？你也别耽误我发财了。好吧。